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看就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手边第一位，民进党发言人吴峥，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陈敏凤，大家好；时事评论员黄文忠老师，大家晚安；右手边为你邀请到立法委员叶元之，大家好；桃园市议员备少将于北辰将军，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康仁俊，大家好；前民众党员李珍秀女士，大家好。在现场所有的来宾，大家对于包括李珍秀女士，在最近从礼拜一吧，应该说礼拜一在民众党的中评会，然后在下午的时候直接包括把李珍秀女士除名以后，那在今天最新的一个进展，包括中选会，然后包括立法院，然后全部都完成这样一些程序，许忠信那递补，然后立法委员。而这所有一切的过程，你看得出来，在第一天的时候，包括李珍秀女士在媒体上面，然后你那天有去参加那个中评会，对不对？好，那出来以后的一些反应，到了第二天，到了今天，有非常多一些话，显然对李女士来讲的话，你对于那个过程，包括为什么要开除你，心有不平。然后在那个过程当中，包括像黄昌主席，然后陈志汉他们所讲的一些话，那我一开始想要先问一下的是，我想李女士，你本来说你不提诉讼，你也吞了。对这些东西，为了民众党的发展，你都愿意吞了。对。那为什么第一天跟第二天完全不同的一些反应？就因为黄昌第二天上午说了那一段话吗？当然，那个是公然的人格抹杀。我今天说前面我第一天吞了，我相忍未胆，我决定，而且我也还跟柯讲了，说这件事情就算所有的委屈我 OK， 我只是把我讲的话事实讲清楚嘛，我要还原那个他们不实的会议记录嘛。今天那个你也能想象看，一个会议记录是怎么应该正常的会议记录是与会的人员全部同时看过之后没有问题，大家都确认过，一起签名嘛。今天他们交给民众党中评会的那个所谓的会议记录，是我看到是13号之后才看到，而且只有他们4个人签名，没有我签名。然后重点是那个上面的发言全部都是造谣偏袒的，没有我的讲话。对啊，你说的是4月7号的会议记录。对他们所谓的4月7号记录，然后就是那天5个人，只有他们4个人签名，等于你们口径一致过来造谣抹黑我的时候，我13号拿到跟钟培伟看到的那一个，我就赶快跟他们解释说不可以这样。今天这件事情我现在才知道，而且他们断章取义，还有我讲的话全部都没有讲，而且他们造谣的事情我也要澄清，所以我就把我讲的话说我没有从头到尾不要拿台湾民众党1分钱，不要拿柯文哲1分钱，也不要任何的职位安排，这是我每一种场合我都讲到。对，我们先把一个程序上的问题解决。你要捍卫民誉，那礼拜一我记得我们是在现场的时候，包括将军跟仁君也在。礼拜一的那个时候，当我们拿到中评会的那个声明。然后我们在节目现场的时候，大家都不解的是那个第3条跟第4条，尤其第3条讲有钱的对价的关系嘛。对，就是他们造谣。可是你是因为第二天黄国昌讲的那些话，你觉得受不了，你要捍卫名誉。第一天出来的那个声明就说你有对价关系这些，你不愿意捍卫。对，第一天我就捍卫啦，所以我澄清那你捍卫是要出来跟大家捍卫啊。没有，因为我就觉得说息事宁人，我说我不要伤害台湾民众党，我也不要去告台湾民众党，我只要还原事实嘛。我的脸书是这样讲的嘛。那我现在为什么把那篇脸书拿掉？是因为黄国昌后来他自己出来又开始，就是一定要继续要抹黑我，就是说一定要诋毁我，对不对？因为他经受不了任何的检视，他自己内疚，所以再继续找理由要打我多万恶嘛，要把我打到死嘛。所以那个时候我才讲说，我现在把第一天你说礼拜一的所有的承诺我收回，也许我可能会提诉讼吗？我有可能会啊，就是因为前面我是说为了大家，我只要把事实澄清就好，还原事实，我不伤害台湾民众党，把对台湾民众党的伤害降到最低。而且同时我那一天拒绝所有的媒体邀约，大家全部人都知道，不是这样讲，是事实是这样。但是这件事情之后，我也跟我把我的脸书的发文给柯看了，应该有传达给他，我说请主席放心，这件事情我不会伤害台湾民众，从来都是这样。我也要谢谢柯主席陪我一起写历史，我们都已经是传奇。我甚至这样讲过，然后这件事情之后，我已经决定说我要开始做论文，忙我的事情。我也跟媒体讲，我不会去碰政治了，我本来就不是政治人。但是第二天，我看到黄国昌又出来，还要这样抹杀我的人格。你当初你一个不公平、一个造谣的会议记录的时候，我想说我澄清就好了，不要跟你吵来吵去。
大家有公平这样子。那你现在还来公然指责我那这个时候我不能再就像你讲的。我当初脸书已经想这样，然后你现在又再来公然又再指责我造谣的时候，我肯定要出来帮自己讲话。那请问一下，你决定要出来把你第一天的承诺全部都收回，然后包括因为黄国昌显然你觉得他再一次污蔑了你或这些。看起来是要全面开干，你有先跟柯文哲讲过吗？这个就没有了。我好像有发，但是我不知道有没有及时传给柯，因为柯没有跟我的直接手机。你们没有赖或什么？以前有，但是后来他的手机不是那个被剪掉。那在美国那很久以前了哦。你说不是这次在侦查的时候被收了，以前有。所以你后面没有他的联络方式。后来都是就是套过其他，但是我知道他应该收得到了，嘿嘿嘿。我后来我有跟他讲说，今天事实的走向不是我能控制。我看一下，我大概看怎么想。因为我怕我不记得。你大概我找一下，我这个可以逐字稿都可以，没有关系。对我今天讲说，因为对本来那个，然后我就说黄国昌真的太可恶，也太愚蠢。我昨天已经愿意息事宁人，他今天还要加栏告，他今天会这么对我，未来同样也会这么对柯主席。所以现在让更多人看清他的真面目不是坏事。台湾民众党绝对不能落入他的手里，或者未来有碧如姐甚至珊珊回来，甚至柯小 P 都好，不能让黄国昌整锅端走。特别要防范他联手高虹安这两个背骨妄议的小人。我有分寸，会守护台湾民众党，会守护柯主席，只针对黄国昌一伙及高虹安。我也在媒体上大力借机宣扬一次台湾民众党坚持陆配参政权的理念。这是礼拜二，这是我决定要，就像你讲的，我决定要出来打黄国昌，反驳他所有的谣言之后，造谣之后，我最后这样子回报。你有没有听到陈川在媒体上讲说，柯文哲知道你最近的动作跟言行？那是他说柯文哲有许多的不满。那是他那个奴才讲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一直在关注，就是说我一直包括今天造成这些风波，然后我不该前面讲说我只听柯的话，那是我说制度之外啊，台湾民众党是讲究制度的啊。我从上任之后，我就跟柯讲，今天我能走到今天党内你看一直嘛，包括不管2年条款的包括他们逼我去大陆说一定要放弃什么中国国籍，这些所有的秋罗都就是要把陆配立委拿掉嘛。我说今天谢谢柯主席的坚持，台湾民众党才能够第一个陆配走进立法院。请问一下，你刚刚讲4月7号那天，你在媒体上有说4月7号是要你在总质询的前1个小时，他们4个人才跟你一起开会，所以你对得很晚。好，你也曾经讲过，柯文哲有答应你做到8月底，你想说让你做到8月底，你一定就顺势下来，然后那一切大家功德圆满，类似像这样。所以4月7号显然开会讲的，跟你印象中柯文哲说要让你做到8月是完全不一样的。柯在媒体上有讲，就是请大家不要逼他，给他一点时间准备。但是我从头到尾，不管是柯讲，不管是跟他们所有人来跟我讲，今天你如果照制度来讲，照制度啊，为什么一定要1个2个来跑来跟我讲，一定要各种情了，叫我知所进退？我今天叫你黄国昌赶快知所进退，辞掉党主席要不要？叫你任何一个113席立委，每个人说你请你知所进退，辞掉立委可不可以？没有嘛，没有这样的道理嘛。我当然没有啊，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说我答应柯主席是说今天好，大家说啊，大家选这样一堆反应说什么不好之类，我可以出来宣布请辞，但是第一个我报道的会期做满，就是到8月。对，然后第2个会期，那许忠信也要时间，他的课在上啊，那就第2个会期换新人报道就好了。而且我不会拖到8月，我在现在我马上随时党内准备好，我们讲好，我就马上出来公布，这样子支持者也安抚了嘛，大家知道说你8月1号就会第1个会期就会下台了嘛。柯文哲有答应你吗？柯其实的跟一开始他觉得说这样会不会被人家打说什么薪水小偷，说什么？因为而且周瑜修还讲说你这样子在立法院都没办法推动。我跟他讲说你是台湾民众党的秘书长还是民进党的秘书长？你今天替民进党操什么心？今天是民进党妨害陆配的参政权，妨害陆配立委行使职权，你为什么要替民进党把我这块石头搬走？然后那时候柯还讲说不要吵这样子。好，那这件事我就说。我只做到第1个会期，是为了说要证明陆配有参政正当性，也有参政能力。只做第1个会期，不要后面任何的权益，是因为我要守护我心爱的台湾民众党。OK， 那4月7号当他们跟你讲的时候，你是不是应该就想办法？因为到4月13号开中评会，中间有6天左右的时间，你是不是就应该想办法去找柯说，这状况不一样啊，不是讲好给我一点时间，然后包括所有这些，那为什么4月7号他们4个人？
然后说叫我马上就要辞或什么，怎么会是这个样？你没有想办法去找柯去联络一下，说这段期间到底出了什么状况吗？我其实从来都是柯可能觉得他要主动找我讲什么，我不太会要去访。我记得唯一一次我主动去找柯是一次，没有紧急，因为那一天的意思是我当时很生气，为什么在台湾民众党第一个陆配立委史上第一次走进大院质询行政院长的时候，你身为党主席，你可以在这个时间点来跟我谈这件事情。前面连假几天没有任何讯息，如果这件事情对你很重要，对党很重要，连假为什么没有任何人跟我讲这件事情？为什么要选在我等一下要站上质询台的不到1个小时来跟我谈这件事情？我说今天你们是谁想要干扰我等一下质询的表现？是谁想要干扰我等一下质询的心情？这显然就是包括甚至像陈志涵的咬耳朵一样嘛，他就是塑造我就是个没用的人，想要看我出糗，让人家觉得说你就是无能嘛，你自己只能知所进退。甚至像陈志涵的咬耳朵一样嘛，他就是塑造我就是个没用的人，想要看我出糗，让人家觉得说你就是无能嘛，你自己只能知所进退，你不够你没有能力信任立委嘛。所以我那时候，而且我真的也怕他们可能阻碍我等一下行使职权，所以我讲完我就赶快冲出去了。然后我就那天大家要记得，后来我对媒体其实还蛮激动的。对，我刚才的意思是说，你在4月7号你就去总质询了嘛？总质询完以后，显然呢他们是先跟你说完以后，然后你去总质询。我认为他们就照制度来，他拿我没辙，我没有任何理由要下台啊。可是4月13号中评会这中间他们已经跟你讲了，你难道都没有意识到，接下来中评会真的会把你干掉，然后你不去找柯文哲，当初讲好说8月的，你不先跟他沟通一下吗？没有，我觉得这件事就是照制度来啊，照台湾民主党制度来，这就是罪不至死啊！你们大家看到我从进中评会2次，我从头到尾都没有想到他们敢这么做，哦，你没有想到你会被开除啊？没有啊，我觉得当然不可以啊。所以你那个表情笑容是真的，当然，你真的觉得你出来以后，你跟王一川的误解是一样的。王一川那天也觉得看了你的笑容，他觉得你 safe 了。我本来就是因为照台湾民主任何制度，我今天大家回头来想想看，这件事情的起头就是我说了一件媒体上爆烂的数字，然后我还是为了要帮柯说话，而且我说我那天很累，我说错数字，我第2天马上道歉，照台湾民主党的党章党规，任何的党员有失言立即道歉，还跟当事人道歉之外，这件事情罪致死吗？会影响我的立委权益吗？如果罪不致死，你又觉得是这个样子，那你怎么可能第一时间就决定吞了？哦，没有吞是后来他们要开除我啊，那我就说，那我曾经你知道，我之前也讲过，我跟那个什么周瑜修跑去那边上黄冠希的节目，说他只能做1年的时候，我传给他，我跟他说，你们不配当我的战友。其实我早就想对，我真的觉得我不屑与这些人为伍。包括我也跟柯讲，我随时可以下来。那我也是守护台湾民众，但是你今天为什么我就以为说4月7号讲完，我不会答应你们，我不接受你们的说什么叫我知所进退吧？我说今天你越鼓动政治操作，越多人给我情的，我不吃这一套。我同意，但是到4月13号都已经拿到开除了。我不知道4月13号会是这样，我不知道10月13号他们敢直接这样子开除。所以4月13号当已经声明出来把你开除，但是你后来讲的是我吞，我也不提诉讼。所以一出来之后，我就觉得那这群人不配当我的战友嘛，我只要澄清事实就好了。而且我从头到尾，我还甚至讲说，他们说为什么媒体上说什么中评会每次说放话出去，是谁放话？放话出去之外，包括后来《镜周刊》在中评委出来之前，这些媒体的操作是谁？然后从头到尾我做了什么？我没有对媒体任何的放话，从头就是尊重中评委的决议，是不是？我好好的做我的事情，遵照党的制度来。这些所有的一个一个跳出来的逼宫，大家看得很清楚，这是不是一系列的政治操作？就是要砍掉陆配立委。就是黄国昌的操作啊！可是柯文哲一直告诉大家，陆配参政权很重要，不管你叫陆配叫中配，不管大家各自。可是现在看起来，第一个立法院所有包括中选会回函立法院除名，全部都做完了。你到现在决定，不要说决定，你考虑要打诉讼？不是考虑，大家要想过，今天才想到说，今天。我一直在想，我那时候跟律师聊的时候也在讲，我前面还没有想说，我说那因为律师一直跟我讲，我们在讨论是要弄嘛，要诉求权益嘛，我没想他用，然后我做诉求权益的时候，律师说要等到纸本的裁决书下来送达，才去帮我申请这个。但是台湾民众党是怎么做？当天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接到任何纸本送达书，现在说什么中选会也完成了，对啊，立法院也完成了，然后嘞？所以，我如果现在我还能主张吗？我就说社会在看，因为我也说老实话，我没有在乎这个那个权益，我不做可以。但是真的是
台湾是一个法治国家，大家有没有讲良心，有没有讲法理情，有没有都顾虑到？就这样子。是来，从那天礼拜一的时候，因为4点多嘛，我记得4点多大家在这对，可以这样子。然后我们大家收到那个还火烫的声明稿，大家再开始研究。任俊是最早发难讲这个声明稿，其中第3点。你觉得这个第3点太奇怪了，对，因为那是大家没听过的一个，就里面有钱的问题，所以我就反驳了嘛。对，所以就是因为这个样子，任俊从那时候开始，好，任俊现在听到刚才好，那林女士讲的所有这些，包括他现在在想，我连纸本都没收到，但你们大家所有人程序都已经做完了，然后接下来，可是还有一点，如果从刚才他的字里行间听起来，柯文哲跟林女士之间是没有办法直接联络的。应该是这样。对，没有直接。所以呢，柯文哲呢，到现在没有办法，这件事情他还没有出来说话哦。这个我要先谢谢主持人啦，因为这个我旁边的曾秀说，因为我上节目都在骂他哦，所以他就直接封锁我。但是你就知道，刚刚这个主持人有说了，对你不公平的事情，我们一样帮你说话啊。那我也没有觉得你应该解我封锁，也没关系啊。但这整件事情，老实讲啊，现在对立法院来说，因为中选会直接发函了嘛，对，这个中选会公告就是这个曾秀所这个遗留下来的所谓立法委员这样的一个职务呢，是由许忠信递补。之前大家质疑说是不是有陈志汉啊或者什么啊，现在没有哦。那因为中选会的这个公告是4月15号发的，现在看起来是在4月13号的时候，也就是您刚所提到的这一个所谓的中央评议委员会声明出来完的时候，应该他用最速件，直接送到了中选会去，不然他不会这样操作。刚刚曾秀提的那一块，其实过去在立法院里面曾经有过非常经典的案例，就是王金平。刚刚提到说，是不是纸本送达？当年那个国民党马英九开除王金平党籍，除了在这个所谓的国民党党中央贴了一个公告说王金平被开除之外，事实上同步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你刚刚提到的那个纸本的部分要送达到当事人手上。王金平当时在担任立法院院长的时候呢，他做了一件事情，当时立法院秘书长呢直接镇守在立法院的收发室的大门口，直接告诉大家。所有院长的信必须由院长亲收，那院长怎么可能去那里收信嘛？所以那个事件始终没有送达。你知道当年如果大家有印象，还有记点记忆的时候，你知道我们所有记者挤爆那个收发室啊，因为那历史性的一刻啊，但是现在没有，为什么？民众党用的方式是非常快速的，用最速件的东西送到了中选会去，那所以就有了这一个所谓的名单递补的问题嘛。但我必须讲就说这整件事情对于大家来讲，其实最好奇的就是柯文哲到目前的角色。因为旁边的曾秀其实公开曾经讲过一句话，就是你要做完2年的立委，除非柯文哲叫你下台。我觉得对社会来讲，不管你对柯文哲的情感或者是怎么样，你觉得说他今天因为给你一条从政之路或者今天已经闹到了是一个柯文哲指定接班人叫做黄国昌。被公开质疑说，整个党是被你们乱搞，违背柯文哲的路线，如果按照曾秀过去的讲法是什么？他说，其实，在你就任之前，民众党那一大堆人就不想你当立委啦。你是不是公开这样讲？是啊，是柯文哲坚持认为应该让你当下去。柯文哲坚持认为应该2年制度，说到要做到，这是对选民的承诺，不是我个人要做下去。谢谢。好，结果呢？如果按照这样，等于是黄国昌也完全不管柯文哲讲，这跟柯文哲行诉的人设不一样哦。柯文哲现在在社会的行诉的人设，你看他去骂赖清德，都骂到连名字都讲错。面对到这种他觉得不公平的事情，你看他那个态度，告诉大家讲说，民众党他有办法决定一切。在这件事情到现在为止，柯文哲就给我一点时间啊，就算给你个时间好了。今天已经2天了，变成是一个。你的不管是前党员或者曾秀认为自己是一个立法委员这样一个状态，对上现任的党主席，还对上了党团主任，柯文哲一样不讲话，一样谁？我不懂，我不能理解。这对柯文哲来讲，他应该要思考的不是所谓他在于政治上面理念的问题了，而是你有没有办法管理这个党。我讲白一点就是这样。刚刚提到4月7号。4月7号，现在透过这个曾秀的还原嘛，他在去总咨询之前就遇到了这件事情，然后呢，你说4个人直接逼着你，而且在当时我也必须讲，你在当时没有觉得你要被逼吧？对啊，我不知道，我以为是在讨论等一下怎么总咨询公法的。
然后呢，你说4个人哦，直接逼着你，而且在当时我也必须讲，你在当时没有觉得你要被逼吧？对啊，我不知道，我以为是在讨论等一下怎么总咨询公法的。我讲过4月7号的时候，李珍秀曾经出来接受访问。这个时间点，因为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在大院前面，我跟他确认过，这是他质询完之后出来的。OK， 当时的最在乎的就是这一句嘛。因为你前面讲说要告嘛，要告那个中评会嘛，我从来没有对外放话过，那是媒体放话。好，那谁放出去？不是你讲的，我从来没有讲过、啊。你没有讲过要告？我出来讲的从来都是尊重中评委的决议啊。我在现场确实有讲过说，我不是说告，我说我可能会寻求类似像王金平这样子的救急动作。他说如果万一到时候不，我说因为照制度来嘛，我不会被开除。他说如果万一还是要开除你的话，那你会怎么办？我说那就是不对啊，那我可能就会遵照王金平的那个决议来这样子。他说你可不可以知所进退？我说我不会自己退。现在就发现到，其实，在那个当下，其实他可能还在压抑了。为什么？因为这个其实已经事件发生完了，然后你还去了大院里面去，希望尽你的职责可以质询。虽然最后的结果大家也都看到那个状态，可是出来接受访问的时候，他的说法，这个他是尊重中评委的独立判断，但现在看起来不是这样。包含放弃国籍的这件事情，透过曾秀的说法，居然是民众党内试图跟他套一个招。叫他赶快去放弃或者不对啊，那跟前面讲的都不同啊。前面有说什么1993的时候已经放弃户籍，那时候陆委会还出来讲说没有啊，在那个当下怎么可能会有放弃户籍？那时候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根本没有进来到这个状态之下。好，那现在变成是什么？你把国籍跟户籍对，没错。所以我现在就是把所有的事情还原回来。到了户籍的这一段，大家会发现到说，如果在当时没有，大家就比较更在乎是你什么时候完成程序嘛。你自己亲口说是后来民众党的人叫你去，而且陈志恒还去跟你讲说，那我们还要先套一下什么？怎么对外说法？那民众党整个到底哪一个才是真实的民众党？李珍秀现在被民众党的人质疑说，他担任一个吹哨者的角色，去质疑高虹安。他那时候去批评呢，去举报的时候，他是说高虹安，你今天在钱财的部分怎么样？你是不是在贪钱的？我讲白一点，你是不是认为他其实在那个钱的部分用有问题？当然，而且重点，我是当时台湾民众党的市长参选人。我说了这件事情是我要可以还原一下，我确实具名检举。为什么我要具名检举？因为那个时候从林根人开始打高虹安开始，各个派大家手上都有资料，可是他们一直叫我的候选人去举报，实名举报。我跟他说他还要参政，我怕他未来被高虹安针对。可是我是一个我不想要从政的人呐、我说我也不怕高虹安，所以我是为了保护我的市长参选人。我身为首要幕僚，所以我说我来具名就好，所以我具名，我不要让我的市长候选人来当这个。OK， 然后最荒谬，对，然后最荒谬的是，他当时因为去检举高虹安，现在一堆民众党人出来打他，说你怎么可以骂高虹安？民众党的现在告诉全台湾的人说，其实最爱钱的是李珍秀。李珍秀居然为了叫我卸任立委啊，中间薪水要不要补给我？我有付出的租金要不要补给我？你知道吗？你现在被民众党的党中央刑诉，其实你才是最贪财的人。所以我一定要出来讲清楚啊！为什么请黄国昌，你任何的指控拿出证据，拿出完整的证据，不是一个你们自己4个人口径一致的造谣指控，拿出真实的字据。否则今天我可以一个人，我说你黄国昌你贪污2000万，我找我的小孩一起来写，这是我们讲好的。你不得不认，你在现场你也不要签名哦。可以这样吗？可不可以请问一下，所以那钱到底谁先提的？钱其实是我跟你讲，今天如果照制度来，没有任何商量的事情啊。是你们一再1次2次，各个来跟我说知所进退。所以我从头到尾都说。我没有要台湾民众党1分钱，我也不要柯文哲1分钱。我为了台湾民众党，为了这个，我这3年没有任何收入，我全部花我自己的钱，花了上千万，连房子都卖掉，预售屋都卖掉。对，那这些事情我说是我心甘情愿的付出，包括说跑地方所有行程，因为我没收入嘛，我就全心投入说要备位立委这件事情嘛，跑选区、经营选区嘛，经营新住民族群嘛，全台湾到处跑嘛。那好，我说今天这件事情我。为了保护台湾民众党，我只要做一个会期就好，不影响大家的选举。但是如果今天大家连我做一个会期都不能忍受，好，那我就坚持照台湾民众党的制度来，我做好2年，做好做满。然后我就忘记，然后可能是这个时候，因为我没有录音，我也不记得，我就说可能是这个时候说，如果连这样子都还不行，大家不照制度来，你要硬拿，那就好像说谁得利谁买单，是谁要帮台湾民众党帮民进党搬走我这块石头。
我说坏人必须要付出代价。我有这样讲， OK 我说，而且这个代价不能让台湾民众党承担，不能让柯文哲承担。然后陈志航可能在这中间差一些，那是大概问是什么样的代价？所以他说是不是什么算到什么2年后什么之类，然后什么租金什么，然后我就说不然呢？就是这样。OK， 我讲这不要让吴登先打，因为吴登是民进党，我局外人了，我无党籍的。我不觉得台湾民众党会怕民进党，我不觉得。台湾民众党没有在怕民进党。你看3月17号，黄国昌怎么讲的？黄国昌说。国家机器霸凌陆配，黄国昌讲的哦，对不对？3月17号他是党主席吧？陈志涵3月17 2026 3月17他讲什么？他李登秀离台湾已经超过到台湾已经30年了，有5个小孩是道地的台湾人，所以呢，陈志涵批什么？批民进党霸凌，难道原住民要因为出生地而被歧视吗？这失言了，我想他这是失言。但是他是挺李登秀的，所以李登秀一直讲说。黄国昌要帮民进党来处理李登秀，错。黄国昌听柯文哲，柯文哲听谁？小草。我跟你讲，柯文哲听的是小草，柯文哲不会去听黄国昌的。所以你觉得这整件事情是柯文哲在后面？柯文哲听小草的，因为李登秀现在全力在护着民众党的未来，护着柯文哲的尊严。小草有在护他吗？现在所有民众党站在台面上，有职务、有党职、有公职的。有哪一个跳出来护李登秀？有没有？没有嘛。民众党要砍你，不是黄国昌要砍你，是民众党要砍你。是民众党要砍你，因为民众党在这个之后发生了若干事情之后，民众党披荆斩棘的到中央党部去检举他嘛，数百个嘛，对不对？那但是黄国昌他没有办法用小草检举李登秀的方式来处理他，所以4月7号设了一个局。让他自己上钩，用那个什么要钱，然后用钱当对价关系来砍了他。我们是为了这一段，我从头到尾没有说要钱。对，所以我只说要2年做好做满。他说的哈，所以你说他说谎，我同意嘛。黄国昌说实话才怪了，你说谎我同意。可是我讲从头到尾，黄国昌没有再提陆配的事，陈志涵没有再提陆配的事，柯文哲没有再跳出来谈陆配的事，所以。你不要再被他们骗了！我跟你讲，民众党现在裁判是他的，球场是他的，所有东西都是他的。你要跟民众党斗，你绝对再回不了民众党了啦。可是刚才我没有要回民众党。来，等一下，刚才的过程，新主任，来，新主任，刚才也提到了，包括选市长的过程啦，甚或有检举函啦，所有这些。来，一周，你怎么会那么天真的去相信台湾民众党的中评会？你当初的检举函这一份，我有好奇，就是说这一个后来我们在4月初，很多媒体都收到这一份。就是你这个是你具名去跟调查局检举的嘛？那名字是你的，没错。对，是我。那确实是我本人。是谁露出来的？我不知道啊。对，我都没有。你不可能露出这件事嘛？我也没有留。那为什么在4月初的时候，很多媒体都收到你这一份？那为什么在4月初的时候，很多媒体都收到你这一份？那时候我们还在想说，这个名字到底是不是你？还去查你在立法院的那个签名，后来证明说这个应该是你本人。那你现在也承认说这是你当初去检举。好，那所以你是吹哨者嘛？我从来敢做是谁把吹哨者的资料秀出来的？我不知道。你记得吗？当初高虹安那阵，你们去检举完以后，民众党的中评会做了一件事：起诉就停权，一审有罪就开除。你记得吗？我不知道。重点是后来柯文哲起诉以后，那个被政治追杀了，不在。他们就后来对，所以你怎么会相信民众党的那个中评会？好，那还有另外一件事，他们开除你的理由，第3点、第4点洋洋洒洒，就是说你要钱，你要拿到。他还造谣说我要养5个小孩，我说我的小孩比你陈志涵有。所以我现在讲说，他过去3年可以花1000万在他们党，就是这些选民服务或什么里里扣，他身上这些名牌，显然你不缺钱，所以显然他们我不需要为钱工作。对。这个他这个很好嘛，对啊，他财富自由，所以有人说你什么未来你会转告成转型什么通告咖，我才不信，因为通告费根本怎么，你上1个月都买不到一件他的衣服。你记不记得我第一个通告，因为那时间很赶，我跟他说，我说你不要来不及，你不要请通告费没有关系，我没有在管通告费多少，我要现在谢谢所有人给我一个平台，把这件事实讲清楚，否则我就坐实黄国昌的指控了。如果时间赶。
其实也不一定要通告费，好吧？各位来宾也可以去告办理。我还要为了钱工作，你还要为了钱哦，还要为了钱工作，这样吗？也制作单位完全不反对这样一些做法，好吧？都有提早到。但重点，我现在觉得最后的关键就是4月7号，你认为你被摄取的那一个，就是你总执行的前1个小时被叫进那个小房间那个录音带是关键。对，请黄国昌公布。我不习惯，因为他们现在只公布会议记录，他们现在而且那个会议记录还是他造谣的会议记录，没有我签名，你本人没有签名，没有我的意见，所以那个会议记录里面的内容是他们自己写的嘛？那最准的应该是那个录音带。对，到底是这个里面钱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只听到说，今天我写你黄国昌贪污1000万，你马上那个辞党主席。我也不需要任何证据吗？你可以这样吗？所以我们只能说，从媒体上或是你自己讲，就是说，你因为只有提到一句话，谁想要我走，谁买单这句话。对，这个我有讲。我说谁得利谁买单。今天坏人不可以干坏事，还没有付出代价。我说你连这点钱都没有，还想干坏事，我看不起你。是这样子吗？对。所以其实那个对我来讲，这些钱真的都是小钱。所以那个就要听录音带的脉络才会清楚。但显然，今晚某一的录音多还是尊，你现在变成是像那个陈志涵讲嘛，说什么算到什么2年的那个权益这样加起来嘛。我就说，那对我来讲，这是很小的钱呐，我都不懂那些说卖国什么做间谍的人为了什么钱，为了这一点钱让自己的荣誉受损。我说我会是中华民国史上最清廉的立委，因为我有荣誉感，我感谢是我是感谢是上帝的拣选，我要对得起上帝的拣选。我们先让那个林女士也听一下，因为包括黄国昌跟陈汉当然都有针对这2天你的一些话做一些回应，让看一下来。对于李珍秀这一连串的谩骂。我其实不会花太多的时间在这些事情上。你们只要回去看他之前讲的话，你们就会发现，对于这种一而再再而三的说谎，比对他自己说过的话就知道，就讲清楚嘛，到底有没有要钱？之前不是说没有，谎言被戳破了以后，现在改口，要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这些谎言其实不容易、不困难去分辨。完整的会议记录已经交给中评会了。我再说一次你们从他自己说的话就知道前后矛盾了。他昨天有跟我提到这个事情，确实他认为对于党内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他也对于党内无辜被牵连的同仁，那特别是对国昌主席的攻击，我相信他是有他的不满。所以现在最重要一个人是柯文哲吗？是啊，但是找不到啊。没有啊，那我是觉得，因为你如果说你是这几千万是你个人私人用，你干嘛这个时节拿出来用，让大家觉得公司好像有点混淆就说好像大家你是为了要当立委才捐这个1000万，可是你没有捐1000万啊。对，你现在又说都是完全你为2-3年内花了1000多万的生活费，这当然是我们贫穷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啦。但是你这样一混淆讲，大家就讲，所以你会作死人家说你是为了要拿钱嘛？但是我们今天我就是因为我讲出说我为了台湾民众，我为了这个备位立委，我在准备的中间我花了3000万，我不要台湾民众拿1分钱的补偿。对，但是我是要讲这个，不是对，问题是说你即使不是为了要备位立委，你要生活，你也要花1000多万的意思，你是这样子嘛？不是吗？没有，我跑选区当然是多花的钱呢，对吧？所以还是跟民众党有关嘛。所以不是，我是一开始是说这件事情，黄国昌敢这样讲，然后呢，而且陈志涵也说主席对你很痛心，那你觉得呢？你觉得主席就是要你走路，不是吗？我觉得事情不是我能控制的。后面如果他讲的是真的，我也无能为力。我有跟主席报告过。对，就是我先插一句话，如果像陈志涵刚刚讲说什么柯主席对你有诸多不满，你有什么话要跟柯主席讲吗？你有要呼吁他讲什么吗？没有，我觉得大家都不要去反柯主席。然后我也一直都是跟柯讲过说，很感谢，只有柯文哲的台湾民众党才真正给陆配参政机会，让中华民国史上第1个陆配走进国会。这是我们所有整个陆配族群，包括我们都很感念的地方。外界一个落差的地方，因为我们都认为民众党会这样的决定，一定是柯主席做的决定，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中评会这样开。我们也不相信黄国昌敢这样子对你或怎样，没有在柯主席的允许之下。可是你在你的认知里面，你就把黄国昌跟柯文哲切开。没有，柯从头到尾都讲，大家给他一点时间，不要逼他，不是这样吗？对，
对，但是现在不是这样啊。讲有什么用？黄国昌没有理他嘛，对不对？不是，那就是说为什么柯文哲大家认为是柯文哲的主意，可是你现在还是帮柯文哲讲话？你柯文哲讲过什么？柯文哲说，除非灭党，否则陆配为什么陆配有对不起台湾人？为什么陆配不能参选？那好，事情你真就问一下，你觉得柯文哲如果不知道这件事，黄国昌他们会敢在4月7号跟你谈，叫你走路吗？我觉得自从柯被判17年以后，黄国昌可能敢了。他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而且他是一个你这个柯不知道4月7号那天的事？我认为不知道。不是，那问题是，没有，我认为我认为他们不敢说，就是一样就直接这样马上把我开除。可是应该是会照我讲的说，我至少做满第一个会期。不是啊，可是陈志涵也讲说，他跟柯主席交换意见啊，柯主席对你很不满啊，所以那你现在又找不到柯主席，如果柯主席对你还是有嘉奖，还是对你非常肯定，他应该主动联络你啊。我没有要柯那你会活在自己的想象里面，现在柯主席还是对你很好很 OK 的。他怎么样看我，我现在都尊重，我也都谢谢他，当时叫你放弃这个国籍的时候，就知道你这个国籍有问题了。他是他的态度，我是我的态度。他可以对我任何不满，我都尊重，有没有都没有。但是我只说我自己，不管柯怎么对我，但是我就是很感念这样子。哦，所以就说你不管这场背后，你现在是被柯文哲卖了，还帮他数钱的概念，你知道吗？现在就说不管这场是不是柯文哲在后面主导，反正你都不怨恨他就对了。那你就随便找一个人，叫做黄国昌或是陈志涵。所以就像你讲的，也许我认为是柯在背后主导，我假设好，我就发那个脸书，也就是这样嘛。我接受啊，我没有要任何申诉啊。然后就因为黄国昌多讲了一段话，然后你就觉得我只要还原会议当时嘛，你不能让我坐实说我是个死要钱的立委嘛。那好，那你觉得这个是对我对整个陆配族群的控制，而且我以后怎么养小孩？我的小孩我是妈妈哎，我是我妈，你不是说你很有钱吗？你不是说很有钱？当然不可以当这样啊，所以我才要在脸书还原事实啊。对，那你现在就已经怀疑说，可能柯文哲也默许这件事情了。但是为什么第二天不要吵了？你不是说不要吵了？你当时有讲过，只要柯文哲叫我走，我就走了。对啊，那你为什么要继续吵？但是为什么是因为黄国昌再出来造谣啊？我前面已经澄清了嘛，是第二天黄国昌出来造谣啊，我前面就 OK 了。什么？他为什么要对你造谣？你觉得呢？我前面已经澄清了嘛，是第二天黄国昌出来造谣啊，我前面就 OK 了。什么？他为什么要对你造谣？我不知道啊，所以呢，我才要打黄国昌。我现在是黄国昌的事啊。你第一天都决定要忍下来了，第二天他为什么要对你造谣？然后你让你压起来呢？为什么？对啊，我就不知道啊。我要问黄国昌啊，我说他就又蠢又坏嘛。而且我问了我朋友他们说，他可能就是认为说，以为我反正就是一个小那个被开除的党员，也不是在我没有能力反击他。然后又是大陆过来的，这边也没有娘家势力，所以他才敢这么加狼告告。不过来，我觉得那李珍秀女士有提到一个，就不希望民众党变成实力第二。对。那你听到以后的感觉是怎么样？然后另外这过程也牵扯到，因为李女士有特别提到说，你有到中国大陆去要去放弃国籍这些，然后他们也都知道，你说他们逼你去的所有这些。我觉得这个跟当时大家还记得吗？国籍跟户籍，其实连国民党那时候袁之也在节目里面帮李珍秀，那时候也站了很久，帮忙讲话，对不对？那时候过程，那现在呢？听完这个整个过程，我跟你刚讲，我对这件事情看了有什么想法？因为我特别注意到这个女士有提到说，黄国昌现在就是要把以前在时代力量玩的那一套再搬到民众党玩嘛。那我就觉得，第一个是这是我很个人的感受了，其实跟政党无关，就是因为。我跟黄国昌接触是在2014年太阳花学运的时候，后来在2016加入时代力量，大概我2019年退党。那在过程中，我跟他共事，其实当时我们很多人包含说过去很多在街头跟黄国昌也参加社会运动的朋友，大家看去年罢免运动的时候，很多人在台下讲说黄国昌伪君子。所以我自己个人对他也感觉是说，这个人是一个很说一套做一套虚伪的人。那大家可以看我跟李珍秀女士的。这个出身背景、政治立场、政党是完全不同的，但是我们在不同的时间跟黄国昌有过共事的经验，那最后大家对他的人格得到了相同的观察，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
就是怎么讲，不同的人跟他共事以后，都会有这种感受的哈。这我自己的一个心情。但讲回来，我是想要，因为今天节会难得，我是有2个问题想要请教李珍秀女士。那我想你也知道，因为我今天在这边讲话，我代表是民进党。那其实我们节目在很早以前，就是你民众党还没有把你去补上来之前呢，那就我们这边就一直讨论过了。那其实当时呢。我其实一直包含民进党，我们主张是认为说，不是针对你，而是认为说有所谓的这个双重国籍的问题，那就不能够来担任公职。好，包含在今年2月1号之前，我是在节目讲这个立场，甚至在上一次总统大选之前，当时民众党本来要提名徐春英，那时候我们也在节目上有一些讨论，我也是这个立场，因为我小时候在美国出生，我为了参选议员，我就放弃过国籍，所以我一路走来都是这个立场。但我今天想好奇的第一个关于你国籍问题，是因为在你还原这段时间过程中，我们看到在之前大家论证的时候，我们说有双重国籍问题，你必须要采取放弃国籍的动作。那民众党当时包含陈智菡、包含黄国昌这些人出来是说，民进党这个叫做霸凌中配，叫做说按这个，因为你1993年就来台湾，根本没有这个问题，根本不需要出示任何的文件，根本不需要去走国籍法，这个他们认为国籍法不适用。这个是他们公开跟台湾社会讲的嘛？但我今天好奇的是说，你根据你说他们在内部，黄国昌又要求你去中国办这样的手续，所以其实他们真实的想法是认为说你必须要走国籍法这一条路吗？这是我第一个问题。那是他们，我先回应我还有忘记哈，我个人从头到尾就是这样子，中华民国宪法。还有我要问你，如果你认为有双重国籍的问题，为什么在蔡英文总统时期有陆配的民意代表，没有双重国籍的问题？为什么今天到赖清德总统的时候的李珍秀就有问题了？为什么蔡归赖不水？你刚前面提到的，他刚刚这个问题跟你那个，我们先把第一个解决。我说的一样啊，就是我的意思是没有任何双重国籍的问题。他们你确实有去办啊，确实有。那我也又来到这个，但是第一次是11月的时候，那个周瑜修跟我讲，找我去谈了一下，大概不到10分钟讲完。因为我当时给他的理由就是，我完全不需要去放弃国籍啊。今天中华民国113席立委，有任何人需要像我一样在就任前去自证说我没有双重国籍吗？不需要啊。就像我一贯的主张，中华民国宪法就是一中宪法嘛，大陆地区就是一个我们不承认的，就是两岸互不承认嘛，只有户籍制嘛，单一户籍制，没有任何双重国籍的问题。如果有国籍问题，就没有陆委会的存在。可是他们叫你去办，你就去办了？没有，周瑜修讲了，我没有理他。所以12月8号，我记得很清楚，因为12月9号飞的，12月8号，黄国昌来找我说，就是陈智菡跟我讲，主席要找你谈。黄国昌找我谈，在党团的忘记2楼还3楼了，然后跟我讲说你在12月底以前必须去放弃，要跑一趟去做放弃国籍的动作。我跟他说，可是主席，中华民国宪法是一中宪法，我不需要这么多。他说，政治没有像你这样玩的啦。这就是这就是我的。他讲完就说，他说你必须在，而且要在12月底完成。那他当时是党主席，他负责送不送我的名单。所以我觉得说，我不投周瑜修叫我做，我可以不做，但是黄国昌叫我不做，我能不做吗？所以我当时就说，哦，好，那。后来就主席讲完这个就走了，他就说志涵你跟他谈，然后陈志涵就跟我讲说，你要去之前我们要先讲好要怎么套好，要怎么样来对外公布什么这些事情，然后你去之前你一定要让我们先知道我们要怎么来一起整个全套一起弄好，这样子才不会有什么问题。我说我去大陆现在很方便，我随时朋友一个电话揪我就去香港听演唱会了，就明天就飞了。我说我今天想要走，明天我就可以飞，甚至今天晚上都可以飞，我是这样讲的。然后他的到后来，其实我第2天我真的就飞了，但是我说了，从黄光芹事件之后，那个大概6、7月事件之后，我不敢相信党内的任何人，包括他们一直在操作说2年条款什么，黄国昌讲说除非由下而上嘛，他们一直想要换掉，不让我们上任嘛。所以我那个时候你知道我想什么？我想的是，我如果今天我让陈智菡、黄国昌，今天目前全台湾民众党只有黄国昌、周瑜修、陈智菡3个人知道说他们要我去大陆跑这么一趟。如果我跟他们套好之后，我明天要飞了，我到了大陆的时候，他们来这一套放话给媒体说，李珍秀要就任前还去跟共产党怎么样，我是不是死定了？我的立委没了。那你不是连党内人都不相信了吗？我当然不信任啊！所以我说从黄光芹事情之后，我不信任党内的任何一个人，因为那个
个全部都是内部资讯。关起门来讲的话，为什么就到媒体那边操作？民众党明明知道这个有问题，然后还要把它推上去。所以为什么我要问这个问题？因为你刚刚如果提到蔡英文时，可能例如说，我不确定指谁啊，例如说石雪燕好了，那其实内政部这对事情做一个追溯，所以那个是没关系，这我知道我们立场不同啊，所以这个或许你可以说到当时说，对以民进党政府来讲，当时有个漏网之鱼，但我刚刚问这个问题的意思是说，因为应该说黄国昌、陈志汉、民众党之前，因为你的口径是这样嘛，你觉得从头到尾你不用放弃什么？对，他们之前站出来的时候是跟你讲的一样，对。可是你又说门关起来以后，事实上他们叫你去中国放一国旗，那就跟民进党的立场一样啊。所以我的好奇就是，民众党黄国昌、陈志涵他们到底怎么看待你的国籍问题？所以现在请大家看看，到底是黄国昌讲话可信，还是李正秀讲话可信嘛？我所有从头到尾，我说我讲任何事情从头到尾我没有说假话。我说错的，资讯有误、口误的，我立即道歉。你民众党都是充满这种人，那你为什么还要参加民众党？没有，民众党没有充满这种，民众党其他人都很好，只有黄国昌、周瑜修跟陈志航这3个是魔鬼，他们在掌控现在台湾民众党。台湾民众党是很有理想，不是我们的台湾民众党。还有一个台湾民众党其他的党都是很好，他们很有理想性。我刚刚问主要就想了解说，所以黄国昌是不是其实同意民进党我们的讲法？那第二个问题就好奇民众党现在的生态了，就是说。因为我觉得有一个很奇怪的地方，事情是在立委的身份上面，黄国昌这次处理你的事件似乎有一个转变。黄国昌这次处理你的事件似乎有一个转变，像陈昭姿他。可以超过2年继续做，因为当时黄国昌也被问嘛，黄国昌都说只要柯文哲主席跟陈昭姿有约定好，他就会是这样子处理。那因为你昨天上节目，我也注意到说有一个很特别的，有一个很关键的资讯是，你说你跟柯文哲讲说你愿意为了民众党不论是党誉或形象怎么样，就是你就做到8月底，然后8月到了以后就主动请辞，然后你说柯文哲也同意了。那我的好奇点就是，如果你跟柯文哲之间已经同意要这个样子处理的话，那为什么黄国昌要这么强硬的用中评会的方式，甚至在中评会之前先去找你开一个会前会，把这个事情翻掉？因为在陈昭姿的事情上看起来是柯文哲说了算，但到了你的事情，为什么就变成不是柯文哲说了算？但是黄国昌是小人啊，我就好奇说，因为你刚刚提到说可能判决之后有一个变化了，所以是怎么样？可能他就是他个人对陆配的立场，他就是个人在打压陆配。我觉得根本就是柯文哲的意思吗？你为什么要没有？柯文哲从头到尾一直都在捍卫陆配权、参政权哦。那我可以插一下嘴吗？就回到你刚刚讲那个，你12月9号附中这件事情，陈志涵说柯文哲知道啊。对，我的理解是柯文哲不知道，因为那时候我跟你讲，我13号回来之后，我回到台湾我才安心，我才把所有东西丢给他，说我跑了遵照主席的指示，我跑了这么一趟，我机票给他，高铁票给他，然后我甚至在跑公安局的录影带也都给他。好，那你们看怎么操作嘛，对不对？好，结果后来那一天就是周瑜修、陈志涵跟黄国昌加我这样5个人的时候，然后来讲这件事情的时候，然后陈志涵跟黄国昌大发雷霆，陳志涵就开始指责我说：“我们不是讲好了说你要先让我们知道你去大陆吗？为什么你不让我们知道你就跑大陆了？我现在你使命必达我回来你有什么好生气的？”你问我吗？我问陈志涵啊，我其实没有生气。我所有观众朋友啊，那会不会有什么好生气的？会不会是因为这张？我问你，这张是不是你去填的啦？因为那是你那时候开一个记者，2月要就职那一天，你不是秀出一张你放弃？我跟你讲，我在大陆的时候没有填任何证件，他根本连我证件收都不收，给都不给我。那这张纸是哪里来的？这张纸不是说内政部寄的吗？他不是，他是退出中华民国那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对，然后这里还写什么湖南衡南就你的祖籍嘛，然后你。英文的我就说嘛，那个东西随时要申请的时候就可以申请啊。这张表是你写的，这张表，这是你的申请表，但你到那边他们没有收。对他们不收，他们就说他一开始以为我是外国人，他就觉得很 OK 来收件，赶快来做进行下一个程序嘛。但是他给我的时候，我说啊，他问我说你是哪个国家？我说啊，我是拿台胞证的。他说台胞证当然不行啊，台湾就是我们做，他们一律口径一致的政治正确，所以就完全不收件。我说我还敢说，我说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个收件章，让我知道说今天是民进党政府在针对
对我嘛，我说为难，我说我要让大家知道说我有来做了，但是我做不到。讲民进党。对，但是然后他就说那个根本就没有这个，你现在连规矩制度都不符合，我怎么可能收你的件？我没有任何的收件证明。所以你就这个申请表，你就拿过去，然后又原封不动的拿回台湾。然后你知道吗？那个包括我在跟他沟通的时候，他不肯给我这个放弃，就是说证明说我有来放弃这件事情之后，类似一个收执联的时候，然后对面的那个人就说怎样搞台独是吗？吴峥刚才的问题就是在于说过程是不是其实他们知道。对啊，他们知道，其实黄国昌跟陈志涵要求他要去做放弃国籍这个动作嘛。那我最后再问一个问题，因为我觉得他们这个民众党中评会的4点声明，说3点跟4点我们讨论很多嘛，就是说第3点跟第4点就是在说那个钱的事情嘛。但是问题是说，其实从你还原的过程，我们也看到。他们在中评会开会之前，上午9点，4月7号上午9点就找你去小房间谈。4月7号哦。所以表示说，事实上黄国昌他率领的这些党务主管新政已成嘛，他们从来没有尊重中评会的独立判决嘛。但是我的好奇同样是说，既然你说你跟柯文哲谈过，那事实上从你的言谈之间，似乎柯文哲也没有对你有太大的你说不爽或者怎样好了，就甚至你跟他讲到说你愿意8月退，他也觉得有这些 OK 或者他前面有讲说啊，这样子怕被人家说你是，如果我说今天党需要我站出来，我站在第一线跟民进党对抗，我不怕。但是如果党认为说哈，我这样子干扰什么，那我可以推到后面都用书面咨询什么，因为就剩下1个月了嘛。现在4月在5月，如果不延会，就是到8月底嘛。那我好奇就是，如果柯文哲，然后他就说后啊，如果柯文哲没有一定。就是他没有一定要当这个下刀的人，或者说他觉得没有一定要动这一刀的话，那包含他中评会做的4点声明，第1点什么违反党团和谐啊，第2点什么连续违纪啊，那这个事情到底在讲什么？所以是真的是因为有，例如说你是高虹安的检举人这样，我没有任何连续那个，而且我说高虹安的检举我何错之有？我身为当时的首要幕僚、市长参选人、台湾民众党的终身党员，我又是市长参选人的首要幕僚，而且这个参选人从头到尾一直到投票当天，他上面挂的头衔还是台湾民众党的参选人，我支持他何错之有？好，那如果再不让叶元之问问题，他会觉得愧对节目，他会觉得他今天来这个地方真的要捐回来，对，他会觉得通告费，对，他会要退回来的。通常不会计较这些东西，真的吗？你不计较吗？我也是可以问的。哦，对，来，我那个曾秀委员，其实在场应该所有来宾只有我帮你讲过话，什么意思？那像吴峥以前都是骂你的哈，他今天貌似关心你，其实都想要见缝插针。没有，我刚还是讲说我的立场就是这样。对。那我觉得我讲话应该算客观哦，但是我觉得呢，像我比较关心就是你的资格到底符不符合问题。我们一直认为是有资格，所以我会称你曾秀委员。那你刚刚质疑就是像黄国昌、陈志涵叫你回去办国籍，我是觉得你有一点误会他们，因为民进党的打法是这样嘛，就是认为说。陆配就是有双重国籍，所以有双重国籍就一定不能当立委。可是这其实是2个层次嘛。第一个层次我看法跟你一样，就是说我们的中华民国宪法就是2个地区嘛，台湾替大陆地区嘛，那我们就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既然不承认那个国家，何来放弃国籍的问题？这是法理上。可是问题是民进党就会一直攻击你啊，所以他们请你说过去放弃一个户籍，也证明说确实是这样，在实务上也做不到，那你就可以打脸他们说，你就在刁难啊！好去，他也去了，但就是做不到啊！那你为什么你要刁难陆配？难道在台湾全部的台湾的陆配就是一辈子不能从政吗？所以你们有觉得国民党比较好？所以没有，所以我觉得没有，我觉得第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他们请你放弃国籍这个事情，我是觉得可以接受的。你觉得他误会了？我觉得你误会他，你误会他们。这个时候因为你刚刚有骂他，我认同你讲的，没有，我骂他的是为什么我放弃完之后你要大发脾气？是这样，不是他为什么大发脾气？只因为我没有先告诉你，他们要发脾气。对啊，为什么？所以你文件没有签牢啊？没有，那我就跟他说，大陆就是不收件嘛，他们也都知道嘛。我的意思是，如果照叶元之委员讲的，这没错，还叫你跑一趟干嘛呢？对啊，所以就是要证明给民进党看啊，就是在刁难陆配啊。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其实他干嘛要发脾气？对啊，没有，这个发脾气是我不知道。那个叶元之对你比较好，陈志涵他们对没有啊，这因为他们一直很帮我，国民党的友军一直也都捍卫陆配。当事人不在了，他的国民党从头到尾跟高金委员全部都一直都在捍卫陆配参政权。对，你要不要考虑加入国民党？我目前没有任何的政治的规划。然后第2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都在旁边看嘛，其实坦白说，一开始的时候，民众党你们感情都还蛮不错的。我们第2轮也都。那有一次我们都觉得你被民进党霸凌，然后那时候我记得陈玉正去跟你拥抱嘛，然后陈玉正因为抱你还被民进党骂，然后那有一次好像是廖先祥当
当那个召委的时候，都很帮我。你们那时候有一个策略，就是3个民众党立委就是联合质询，陈金龙跟陈昭之，他们很帮忙。你们那时候都还会想要，我们党团现在也都很好。一开始的时候去，对不对？然后那时候廖先祥也蛮帮你的，譬如说。黄捷质询的时候，廖先祥忽然膀胱有感觉，就去上厕所，然后也请你去当那个代理主席，对，就是大家都很好，可是很好啊。是不是后来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比如说是不是在联合质询的时候，不小心讲骂什么中小平是狗啊，还是什么？就是会让那个会台湾民众党的敌人节外生枝，没有，就是那时候大家应该就是全部去对民进党嘛，就是说是不是在什么做法上面你们有什么嫌隙，导致到后来他们就是那个直播啊，就是说你说了柯文哲给高虹安700万，就那个直播，后来就兵败如山倒。一开始很团结，为什么到后来慢慢就是那个直播了？对，直播好之后，那也是照规矩来嘛。然后我说该道歉也道歉嘛。你讲的也没错啊，他那个起诉书里面确实柯文哲有一笔，那是我混淆，所以我道歉。而且重点是这件事情过了之后，那个时候柯还没有宣判之前嘛，然后柯宣判之后，我们都松一口气，连柯本人都松一口气，说还好这件事没有在里面。对。否则我会被小草生吞活剥，你知道吗？肯定是这样子。我们都觉得这件事情过了，但是为什么好走到今天，我就等公平会的决议嘛哈，大家检举我说讲错话什么的，那就等公平会的惩处嘛。我失言，然后马上道歉了，好，就这样不就没了吗？为什么又有一个一个跳出来说叫我知属进退，一个？我在想会不会是因为高虹安讲的那一句话，因为你说他柯文哲给了高虹安700万以后，高虹安马上说。他没有收这一笔钱，而且他可以去法庭作证。然后接下来柯文哲就没有讲话。我会不会是因为这一句话你触怒了老大柯文哲，然后后面的那个没有啊，那个时候柯都还没有被那个被判刑。但是你这一句话其实当高虹安说没有，柯从头到尾都没有怪我，他说是因为我们民众党。你太天真了，柯怎么不怪你？因为我你说他给高虹安700万，高虹安说我没拿到钱，那到底那700万跑去哪里？柯是说我就是个。政治小白不懂，没有政治敏感度，不会讲话。元之刚才讲的问题就是到现在为止，元之那他刚才的解释能够让你解惑吗？他的意思是说，因为就是那一个直播，所以民众党跟你关系就不好。没有，我不知道还有发生什么事。没有，黄国昌跟陈志航他们从头到尾没有针对我。不是，譬如说前面演，后面不演而已。不介意。不是啊，那后。一开始还有联合质询啊，联合质询是为什么？是因为您一开始去质询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柯的意思啊，柯坚持说除非灭党吗？联合质询是柯的意思吗？我的意思是那个时候全党捍卫陆配参政权是柯的意志。那后来呢？后来我就说，自从柯被判刑之后。柯的意思就显然元之不认为因为一场直播会造成这样，所以是他觉得不因为我觉得应该还有钱。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那你直播里面有提到王一川是三立唐伯虎是为什么？那个是以前有一场林冠年在三立上节目讲的，他说安利三立唐伯虎的，这个人家有观众有我才记得那个不是，请问我告诉你一件事。来宾的问题不见得都要回答，这一题有没有好不好？麻烦你可以麻烦可以用筛检，这些不需要回答。没有，我其实你这只是为了要填纸钱，没有。我是真的想知道，我告诉大家，我是真的想知道。不是我讲的，你要知道为什么台湾民众党本来从全部来挺李珍秀，现在开始为什么有人觉得高虹安那只是个药引，真正的不是这样，是什么？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民众党的支持度往下掉？能怪柯文哲吗？不能怪柯文哲，所以要找战犯，他就是战犯。所以因为一个李珍秀，然后造成你认为民众党的制度往下掉，小草会去骂柯文哲吗？不能骂柯文哲，可是制度往下掉是事实啊。那可以骂黄国昌吗？不行，他是主席啊。那总要找一个战犯，他就是战犯。那实验性好高啊！他走了之后，民调会上来吗？不，上不上来不重要，战犯已经走了。战犯已经走了，民调会上来吗？不会上来，走了之后继续往下掉。我跟你讲。蓝白合最终的目的是什么？你知道，就是统一啊！上不上来不重要，战犯已经走了。战犯已经走了，民调会上来吗？不会上来，走了之后继续往下掉。我跟你讲，蓝白合最终的目的是什么？你知道，就是统一啊！蓝统一白了。蓝统一白，所以我要告诉大家，小草在找战犯。那柯文哲呢？他总不能自己当战犯嘛？你们不要怪李珍秀，都是我被判17年，所以我制度往下掉，不可能。如果柯文哲承认，民众党就灭了。在柯文哲的心中，民众党的地位远远高过陆配跟李珍秀，真的远远高过。民众党不能灭啊，灭了柯文哲就完了。可是这个过程当中，来，律师可不可以请问一下？
你刚才讲那个过程，一直到现在，然后跟柯文哲之间显然也没有办法直接联络。那对你来讲，你也是任俊，我记得任俊在节目里面有 PO 过，你有捐柯文哲500块钱。对，真的就只有这样而已。民众党也是500块，对，民众党也是500块。我是拿通告费，在拿通告费下节目，我通告费一部分捐回给制作单位，一部分拿来就是说试捐一下。那时候民众党在推小额捐款嘛，我说我也来响应一下，就这样。OK， 那你所有这些的过程，所以你是可以告诉全国所有的观众朋友，你跟民众党跟柯文哲之间。就只有这500块的捐献，对，还有包括没有任何其他的，对，还有其他的民众党候选人，包括赖香伶啊那些，对，那是捐给其他的，不是，那是捐给我自己支持的台湾民众党的党友，对，所以就包括那1000万左右，是不是？当然没有，那个是之前我还没有要参政的时候，拜托，那个500，我捐给林冠年是2022年那个10万，我根本没有想要参政。可是你刚才讲说这个快1000万是还包括你自己跑京城啊，备位立委的时候1000万。我说你这花钱花太多，你说你还有一跑基层啊？拜托，这个可能好了，我不要再讲，因为我很多朋友很有钱，所以对他们来讲这是很小的钱。我觉得有没有钱的这件事情，因为基本上是民众党把你打成贪财啊。但我觉得就因为一开始大家知道你只有捐500块，但因为后来你讲了一个上千万的这件，会让大家会有一个质疑，有没有爆出来的钱？没有，完全没有。但我这必须说了，就是第一个就是说。柯文哲或许4月7号不知道发生这件事，或许4月13他不知道发生什么这些事。今天4月15了吧？他总也看电视吧？可是他为什么要出来讲？他总也知道民众党现在乱成什么样子。我先导正一件对不起，我跟你讲导正，我先讲一件事，因为刚刚提到有一个说为什么蔡英文执政的时候什么就可以当民意代表，这是错误的。我先讲石雪苑的那个例子，后来被发现到的，他具有这样的一个身份的时候，要把他解职，他是因为也没有，那也是赖清德做的。你先听我讲完啊。后来也他没有连任，那这个问题，我认为行政机关有怠惰，这个我公开讲过，行政机关要负责，因为我们现在要求今天在这个事情上面，你要就任之前，应该要什么程序补足什么文件。后来你应该补足什么文件？我公开批评过，这是行政机关有问题。花莲还有一个村长也有遇到这个状况，那他后来，我相信你也知道那个村长的情形，他要提行政诉讼，所以我觉得不能够把它概括说为什么他没有？因为这个案子都在进行当中。可是我回来讲一件事，我没有觉得柯文哲一定要表态什么，可是柯文哲有没有对你的事情表态？有。4月9号，我给各位看，这是中央社的报道。柯文哲谈李珍秀的表现，你看他标题写的做的好不好，大家看也知道。可是中间其实有出了一句话，是刚刚珍秀讲的，说给他一点时间。对，你觉得是给柯文哲一点时间吗？我觉得珍秀你可能误解了，因为在这个报道里面的内容，其实你可以看柯文哲的说法是，给他一点的时间的他不是柯文哲，是你呀。是啊。被问到表现好不好的时候。做的好不好，其实大家看也知道。我认为柯文哲在当时已经做了一个表态，他的表态就是给我一点时间，我不认为大家不要逼我民众党到现在为止，我还是这样强调黄国昌口口声声叫柯文哲什么老大，他叫他老大如果按照珍秀现在的说法，说柯文哲没有人要逼柯文哲，因为老实讲民众党因为这件事情有没有受到伤害？这个是有的啊，这整件事情已经弄到的是一个，不管你今天觉得你说是立委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事，直接对上一个党主席，对上党团主任，对上整个党，认为这个整个党没有对整个党，所有人认为柯文哲讲白一点就是被架空了。如果他不是被架空，他有能力去处理这件事，你认为柯文哲不会比你更不爱民众党？我听完你那个时候，我想到以前有一句话叫"我本将心向明月啊，奈何明月照沟渠"柯文哲再怎么样，你今天捍卫成这样，好，为了黄国昌短住短一点，好，如果柯文哲今天要捍卫说他当时的那个从政权，我刚才讲过我们以为民众党有一个2年条款，结果现在原来有1个会期条款全台湾的哪一个政党立法委员换得像民众党这么快的？
那以后是不是每半年大家如果按照这样，大家都可以私下谈条件，每一个都可以讲好，那你不好意思，你做3个月，没有，你是我做5个月自己退，是我自己退，是我。你没有理解柯文哲那一段话。为了保护台湾民众党，刚刚提到说，你提出那个到8月底，你的用字，我如果没有记错的时候，你说柯文哲说，好啊，叫陈志涵再跟你谈嘛。他没有说叫陈志涵跟我谈。对，是不是后面然后陈志涵他们再继续跟你谈？那他如果你了解柯文哲，你就会知道他在这件事情上没有做决定了。他没有决定，他也没有答应你任何事情，你误解了。他没有答应你任何事情，他决定，他只是没告诉他。好不好对，他没有答应你任何事情，你误解了。在那个状态下，所以为什么大家现在会谈论？因为这关心的是你那么热爱民众党，你认为柯文哲的民众党应该让大家继续爱护。可是你现在在所做的所有的事情，都在告诉大家，民众党现在所有的决策，柯文哲你没有能力处理。而且，就算你今天看了这么多天的电视，4月7号、4月8号、4月9号、10号、11、12、13、14、15，到现在已经15号了，柯文哲一样对这件事情不讲任何话，他需要什么时间？这个火已经烧到大家认为柯文哲在这件事情上面就已经决定了黄国昌的做法是对的，包含陈志涵今天的刚刚那段的访问，他公开讲，他告诉柯文哲。那柯文哲不会想要跟你联络一下吗？你说你没有柯文哲联络，我可以理解为什么柯文哲司法案件之后，他的赖被收走，他重新开了一个新账号。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把新账号给你，因为你认为我没有所以你那个传的是不会有人说，可能只有剪掉会收得到而已。律师，可不可以请问一下？而且你这几天连续讲那么多话，柯文哲如果要联络你，他不会联络你吗？没有啊，他不是现任党主席啊，现在是现任党主席过来在指控我好，所以你现在你整个你会担心民众党接下来会泡沫化吗？你觉得柯文哲现在有可能被架空的意思吗？对，我最怕这个，我现在就最怕黄国昌把我们台湾不是我的台湾民众党，把台湾民众党打包当成他的伴手礼去投靠那个国民党啦。我现在是怕这样。你刚才说国民党好，对啊，没有国民党当然好啊，但是台湾民众党那是柯文哲创办的台湾民众党，台湾民众党要有自己的主体性啊。柯文哲这样主张，你这几天一直做这样的呼吁，就算柯文哲没有跟你联络。民众党里面有不管是其他的公职，或是小草，或是有谁，到你那去留言力挺你，或是让你觉得你德不孤必有邻，有很多朋友都有支持我，包括党员私底下都有支持我，只是他们不方便出来讲话，因为我跟他说，你们现在任何人不要帮我出来讲话，现在出来讲话就等于是得罪黄国昌嘛，他那个人那么小人，然后又会记仇的人，所以你们除了那3个坏人之外，还是有其他好人，所有人都是好人，就只有那3个人是坏人。所以我就说，台湾民众党不能毁在他们手里，太可惜了。台湾民众党是一个很正直的政党，你看所有那些党公职基层，他们没有拿陈志涵那么多钱，可是他们很真心诚意的在为理想付出。你被开除了，您知道吗？我知道啊，还是一样。开除你的，你觉得就是这3个人就可以开除你？但是就是他们3个开除我啊，本来就是不是他们3个决定的吗？所以中评会那些在你眼中都是，就是因为收到他一个错误的说的那个会议记录嘛。那他的错误的会议记录又不让我不采用我的嘛，这个是不公平的。那当然，我觉得说，包括甚至赖香伶，所有这些人出来喊话的人，他们有你像赖香伶个人好了，我还捐给他过钱嘛啊，包括他就任前我还送了一盆花过去，我自己零用钱花的。但是你要想，他就是从来就是遵从党意了，那党对他来讲，党意就是党主席嘛，所以黄国昌喊往这边要打我了，他就跟着出来打我，他就第一个跳出来啦，所以他是很听话的党员，应该这样子。你知道赖香伶过去在柯文哲第1任台北市府任内做了他8年的劳动局长，所以赖香伶算柯文哲的最嫡系，他其实跟黄国昌没有什么瓜葛。没有，他到所以你现在意思是你现在讲的说赖香伶，所以赖香伶第一个跳出来开炮，你不认为是柯文哲的意思？他就是党主席是谁，他就听谁的话了。没有我觉得你可能有点误解赖香伶的那个。来，律师，请问一下，徐春英认识吗？我之前不认识，我是在我第一次认识他跟看到他跟有联系方式是在凯道的前一天的我们凯道之夜投票前一夜那一天，我是备位立委，我没有被上台，但是徐春英有上台嘛，他讲话我才知道哦，原来那个是春英，我也看过他电视，我就自己主动。他在坐第1排，我们在坐后面。我冲去跟他讲说：“春英姐你好，我是李珍秀。”然后我们来加个赖，因为我说我其实以前我来台湾30几年，我没有把自己当陆配过。我一直就是说一般的台湾那个妈妈嘛，所以我说我对很多陆配的一些什么政策或是什么社团都不了解，未来要拜托春英姐多帮忙。
立委，我没有被上台，但是徐春英有上台嘛，他讲话我才知道哦，原来那个是春英，我也看过他电视，我就自己主动。他在坐第一排，我们在坐后面。我冲去跟他讲说：“春英姐你好，我是李珍秀，然后我们来加个赖。因为我说我其实以前我来台湾30几年，我没有把自己当陆配过。我一直就是说一般的台湾那个妈妈嘛，所以我说我对很多陆配的一些什么政策或是什么社团都不了解。未来要拜托春英姐多帮忙，因为我知道她一直在这一块帮忙嘛。那台湾民主党当初提她，我也一起海选，完全没有考虑，我是因为。”我没有像他有跟陆配那么多的连结，所以我没有被海选，没有被面试。后来是因为民进党要抹红他之后，他就决定自己退了，他不想跟你弄。那他退了之后，然后柯又坚持要有陆配参政权，这么大一个族群要有一个代理人，就是代言人，所以他们才去招里面的有陆配履历的嘛。那陆配，我在想，可能应该也只有我想说。你看到那个起诉书里面有写到说你是接班人这些词，你有什么想法？我觉得那个起诉书现在自从柯文哲的起诉书以后，我已经不想，我觉得等3审定谳再说吧，否则现在检方很多不孝检方多会写故事啊。OK， 好，那在现场，我不知道现场所有的来宾，大家有没有其他一些问题要来？任君，你被民众党的人批评啊，甚至这个你很不开心，有一个这个民众党党员说你去检举高虹安的这件事情啊，你用很重的字眼去批评高虹安的这个案件哦，你认为她的男朋友啊或者什么的那个状态，你去检举，就是刚刚所提到那一个，但是你却认为柯文哲的这一块。你认为他是清清白白的？对，来，我觉得对社会上面很多人来讲，会觉得这样的一个标准会不会太过于不一样？因为柯文哲的案子有4个案子，我还是必须强调，我不太知道你能不能理解4个案子是哪4个案子。我现在你要指控，我可以指控你10个案子，包括我现在跟人家告我。我现在讲的是他经过司法的，不管是起诉或是一些什么。你突然犯了10个案子，你为什么会认为高虹安的那个案子的时候，你认为他很糟糕，所以你要去检举他？但你却认为柯文哲，人家质疑他骑着飞轮收钱这件事，你却觉得这个没有问题。柯文哲没有派他的任何家人去跟外人拿钱，去外面拿高薪，然后连橘子那个1000万是都没有拿钱，现在人还在国外通缉，那个橘子都不算。他们家人是柯美兰还在捐钱给台湾民众党，捐钱给台湾民众党的参选人呢。柯文哲从来他的家人没有拿任何好处，而且就像你讲的，以图利罪来讲，你的对价关系是怎样？你说你图利100亿，结果你说只有查到的是一个这个政治捐款才210万呢，而且如果他真的图利，怎么会有朱雅虎讲说我不用讲那么多图利不图利，我只讲一件事，高虹安 A 了46万，你检举他嘛，因为那时候他挪用公款嘛，光你讲了，光柯文哲收了一个拿了人家政治现金以后，拿给高虹安那700万，后来高虹安说他没拿到。那我问你，那柯文哲把他700万吞了以后，你还相信他的人格吗？我说那个资讯是错误的。资讯怎么会错误？你自己在法庭听到的，你说你在法庭上听到的啊，一清二楚啊。那就是检方的资讯误导我嘛。对呀，我们不能相信检方的。我也从来在各个群体讲，我也说那个钱是经手人有证明说他们确实已经如实的转交到柯文哲手上。柯有承认吗？柯有承认。柯文哲说只要邱佩玲说有。他就不做争执，所以他承认有这件事。所以我那时候大概也是这个概念啦，所以才讲这一趴啦。那你觉得，在市长室踩着飞轮收300万是？那个300万我就在讲了，我说大家都只看到说柯文哲收钱，但是我比较会看到说这些钱去哪里了，是我在关心这一趴。我先不管这，我只是说，如果假设因为你本来说你也想要选竹北市长，我认为这个你觉得在竹北市长的办公室里面。踩个飞轮也许你是做皮拉提斯或是瑜伽，然后这个同时收人家300万，这件事情你觉得是？好，我来解释，这个算是政治现金、政治募款，是大家说要捐给台湾民众党，或者是捐给柯文哲，所以柯文哲后来有出来道歉嘛，有率领整个台湾民众党出来道歉，说这个是我们的账务。就是类似，不管是政治现金申报不实，或者是说申报漏了嘛，做错就改啊，就道歉呐、这个有公开道歉过、啊。也说做错他要道歉。民众党之前才刚办过一个政治现金申报的一个说明或者什么。我从刚刚甄秀那个说法，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参加那个。我没有，但是我知道有道歉。但是我可以明白的告诉你，政治现金的收受它有一定的规范，什么期间可以收，什么时间不能收。在柯文哲当市长，他没有要参选的时候骑着飞轮收的那个钱，在法律上面不能叫做政治现金。还有民众党的负责财务的有讲过，柯文哲没有拿过1分钱给他。对，在
派遣大账房没有拿过1毛钱，那请问这300万去哪里？他骑的飞轮收入300万，如果要给民众党的财务奖，他没有给过他1毛钱。那个300万不是去装潢民众党的那个办公室了吗？对，那是直接拿去装潢了吗？还是有经过要去兼个财务支出才可以去装潢？所以这就是说，台湾民众那时候是新兴的政党，难免会做错，没有规矩。违法就是违法。那我想请问一下，因为你有担任新故乡的这个监事的这样角色嘛？那从这个相关里面看得出来，新故乡的部分有一个是1000万。是由这个妙天，然后橘子拿走，你知道这件事情吗？我听过。那你担任监事的部分，对于整个财务的运作，你应该会有一些你该负担的责任。未来我会注意。我目前还没有那个，因为我是候补的，拜托大家，我是候补的。我是后来我才被通知说你已经补上了。所以那个1000万有没有进到新故乡的？是2年了，你候补什么事情都不知道。没有，因为那个是协会的事情嘛，而且是我才刚补上啊。基金会的监事不用印，那个钱提不出来的嘞。那是监事，要我盖章，你要用印啊。所以我还没用印够。如果你不用印，那个钱进不来也出不去啊。好，来，吴真，最后有什么问题？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今天还是蛮有收获的，就居然可以得知黄国昌在国籍问题上其实看法跟民进党是比较相近的。但因为刚刚讲到徐春英，因为我想真有女士应该有看到了，就是说在起诉书里面，那包含徐春英跟这个杨文涛还有孙宪这2个中国的官员，其实徐春英有提到说，这个包含说民众党当时会去接受他推荐的人选来去做之后排到后面的递补的名额里面，那包含这个。中国的官员里面也有跟徐春英来问到说，李珍秀，就是你的状况现在是怎么样啊？所以这个是起诉书里面内容。那因为你刚刚说这个民进党抹红徐春英，所以因为我好奇你作为一个中配的代表对这件事情看法，就是因为按照这个起诉书内容。我们会得到一个结论说，那你是不是徐春英的下线？可是你刚刚说你跟徐春英其实在这之前是不认识，所以他讲什么我不知道。那我好奇的事情，那我的问题是说。可是因为假设按照起诉书里面内容，你知道徐春英他是有接受所谓的中共这方面的指示，他否认呢？他否认。对，那我说你现在你说到3审定谳以前你都不相信嘛？那但是这个事情上是在开庭过程，大家可以去相验证据，法庭会持续审理。那假设最后司法真的确定说这些对话真的存在的，那你这样还觉得民进党我们抹红徐春英吗？就你觉得我没办法帮徐春英背书，说老实话，我跟他没有任何私交。我到后面就像讲，其实柯是真的很善良，到后来还讲说徐春英今天发生这么事，他们有没有家人需要我们帮忙的？我自己也说，我就跟主席讲说，其实我也一开始他被关的时候，我就想要去找另外一个说有没有人拜托可不可以找到他的家人，看看我们台湾民众党或者是我能帮什么忙的，因为这个时候在审判会他可是他们家人最无助的时候，可是我没有他的任何私交，找不到，而且我还很笨的，我还传给他的那个协会理事长，后来才知道协会理事长跟他一起。我最后问题就是说，那你觉得？台湾要来选民代的人接受中共的指示，当然不行啊，不行，你也觉得不行嘛？所以你是认为说这个还不确定为真，但如果真的的话，那徐春英事实上也错了嘛？那当然就不够资格，当然，那这个绝对是我甚至认为说，就像人家讲的说，如果真正出卖台湾的利益，当间谍的更加要重判了。但是目前查到的间谍全部在总统府嘛。但如果真的的话，那徐春英事实上也错了嘛？那当然就不够资格，当然，那这个绝对是我甚至认为说，就像人家讲的说，如果真正出卖台湾的利益，当间谍的更加要重判了。但是目前查到的间谍全部在总统府嘛，在民进党的总统府啊，没有任何一个陆配啊，包括徐春英现在也还没有定罪嘛，是不是这样子？来，那你怎么可以有罪推定，然后因为陆配不能选择的书证，就定为说他一定会出卖台湾？我们党有被抓到共谍，我马上严办，马上开除。今天整个台湾差不多快40万的陆配里面，只有16万人选择拿台湾身份证，还有20几万人他们选择当大陆人。如果今天可以算出国籍，为什么他们不两边都拿？如果他们不爱台湾，他为什么选择要拿台湾身份证？现在我的观念就是说，今天是你民进党，你赖清德政府，你在惩罚这一群想要当台湾人的人呢？没有，我们认为是中国政府在刁难你们，因为世界各国其实政府，你说不管是跟阿根廷啊、跟加拿大、跟美国，都不一定会让双重国籍人去放弃。就像你讲的，如果你去中国，你也要办这个手续。今天是民进党的发言人，请你公开对着所有的全国观众讲，陆配是外国人吗？陆配是不是不能参政？当然不是啊。
对，你事实上你可以投票为什么要有双重国籍？陆配不是外国人就没有双重国籍的问题啊？我很好奇一件事，你对于黄国昌说你没有达到当一个不分区立委的标准这件事，那我觉得他就是嫉妒我的声量比他还高啊。你觉得就是因为这样？我觉得，否则他有什么资格说我达不到一个声量？我今天国际能见度，任何一个立委还没有就任，就有那么多的国际媒体来采访，然后上任以来，有史以来，你民众党的哪个立委像我这样的声量？是，我在对院会质询，然后国事论坛的哪一篇，你可以讲我的质询稿的任何问题出来吗？没有，你只能打咬耳朵，还是你检查共识案处心积虑的？那我现在这个问题，共识案是我真的小白，因为。我没有看到，我后来看林丹说他在做手势给我看，我不知道手势，也没有任何人跟我讲过，我因为以为说是我们讨论出来的共识，你知道吗？我不知道那天。好，最后一个问题，你知道民众党现在对你的态度就是，我问你问题，你会提诉讼，民事诉讼、党员资格诉讼？我应该是不会啦，因为我就跟你讲，我已经不愿意跟他们。我跟你讲，如果你不提了，因为很多人在讲说要我去提，对，我在想我还要跟律师讨论，因为我其实是不想要纠缠，然后让柯在为难。这就是台湾民众党。我认为我只要捍卫我的清白就好，我没有想要再要回立委什么的。你听我讲，你如果不提的话，民众党就在这礼拜让你发泄完，让你节目都上完了，然后你全部都骂完了以后。他后面再打我，不会打你，你就结束了。我是结束 OK， 我本来就想要结束。不是，我本来就结束。你刚刚讲那么多陆配，你要捍卫陆配权益，你立委身份什么资格一堆，讲了那么多，你连自己都捍卫不了。过了这礼拜以后什么都没，对，等于你自己就放弃，这个是一个道理，这是一个道理，这不是投降，这是一个道理啦。就是中华民国你是法治国家嘛，大家中华民国你没有修宪之前就照宪法来嘛。我跟持平的跟你讲，我不赞成你的身份可以担任立法委员，这是我的立场。但是你的立场我尊重。对，但是我强烈捍卫你。台湾民众党党员资格的权利，因为这是列出给你2020年就加入台湾民众党，你比那个北国大黄国昌还早进去。对，结果你今天被他用这种你认为不正当的这种方式开除党籍以后，你就吞下去哦。我跟你一样，你就吞下去哦。我说我比你还早加入台湾民众党，而且我跟所有党员讲，我说台湾民众党是我们所有人的台湾民众党，不是你周瑜秀的民。所以你今天不能在这边发泄完，你先这边节目发泄完，明天发泄完以后。台湾民众党就是要这个啊！好，你骂完了，结束结案，然后他们就你真是看戏不嫌事大。我不是看戏，我认为他的党员资格那是他的资格，这个要确。我觉得你要想，就像说他们一直讲说你为什么不告黄国昌？我告他是我要求偿还是要干嘛？我只是要捍卫我的清白就好了。那现在也达到这样的目的就 OK 啦。大家到底是相信黄国昌讲话还是相信我讲话？你的清白没有法律认证。当年王金平如果像你这样去上完政论节目，然后骂一骂马英九结束以后，王金平一样被扣上。他会来申诉啊！王金平会来申诉啊！我没有要从政啊！我本来就我说这就是个意外，我从来没想过我会成为政治人物。最后，你有没有什么要对着镜头，不管是对民众党，或是柯文哲啊，或黄国昌他们有什么呼吁吗？你可以选择。没有，我想要黄国昌，请你拿出任何的证据，然后给大家检视，你是不是从头到尾在说谎，是不是从头到尾是个伪君子？你觉得他会回答是吗？OK， 来，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以后马上回来。欢迎回到新闻面对面现场。好，那因为那个李珍秀跟他觉得不是跟民众党，是跟黄国昌、跟陈哲翰、跟周瑜秀他们之间。那因为一个开除，然后接下来所有的恩怨情仇，那当然对国人来讲的话，大家会非常的瞩目。在节目现场呢，那有人这受不了，他觉得他一定要来跟李珍秀直接对口一下。立法院荣誉顾问 Thank you 哥陈柏惟来，欢迎 Thank you。来好 Thank you。来 Thank you， 来你就直接，因为刚才除了岳元之问了一个大家没有办法理解的问题以外。他问了三立唐伯虎的问题 ，OK， 来 ，Thank you， 你有什么要直接跟李建雄女士对口？你好，这个很好奇，因为我想老百姓都对民众党这2年的很多行为啊，都会觉得说，过去讲的跟现在做的不太一样啊，包含可能现在还有争议，对你们来讲，柯文哲的起诉书啦，或者是当时提名到这个中国籍配偶的权益，那这一些部分呢，我很直接的讲，选举大概就2件事情，选票跟钞票。那你认为当时你在被任用的时候啊，就被任命说徐春英出事啊，你来当不分区，他是考量你的选票还是钞票，还是你的专业？他是喜欢你的哪一点，让你当不分区的这个立委？好，所以我先回答对不对？好，谢谢Thank you，谢谢你给我机会说明。我一直讲，台湾民众党柯文哲从头到尾他只是
坚持说陆配在台湾有这么大一个族群，包括他们的家人，甚至他们的小孩。你要说，就是说，他认为这一群人需要有一个自己的代表，在国会。你觉得是选票？精神也就是这样。你觉得是选票？不能说是选票，他是认为这一群人需要有一个国会的民意代表帮他们服务。他从头到尾每次跟我聊到这个，都有说你好好的服务你的族群就好。陆配他们需要什么，他们记得找台湾民众党的李珍秀，这样就好。他说我们需要你怎么样？你就是好好的把陆配他们的群益照顾好。对，他就跟我讲这样而已。但同时你有提到说，在选举的过程里面，这个你花了上千万，会不会跟这个有关系？没有关系，我说的是我在准备就任立委这3年，我没有任何收入，我全部在吃老本。我花了上千万，我跑所有的经营，就台湾民众党发给我的责任区跑之后，包括我说，甚至我去上课我也算嘛，对不对？我说，然后我离婚自己跑出来租房子，这些什么所有的成本，我说我自己其实我老本我全部都是花我自己的钱，我没有花任何人1分钱。好，那我也当然我就捐的钱，大家也看得到，我也没有捐给台湾民众党什么钱。对，事实上我们也看到地方组织。事实上我们看到当初任命你的柯文哲在这段时间比较少出来讲话了。在他很激烈的喊出民进党共匪，你才是共匪，赖祥德啊，不然举稳的，然后结果接下来就变成是你的战场了，那柯文哲就不见了。本来应该这么激烈的开场白之后要出来大张旗鼓的，结果因为遇到李珍秀问题，柯文哲突然就躲到幕后去了，这是第一个很好奇的事情。所以我认为，包含民众党把这个对于他们认知的退任立委我们看到什么陈婉慧有1个月20万等等的。会不会你其实不是员工，你其实对他们来讲是客户，你包含了你可能争取得到选票，或者是说这个你能够协助募资，所以因为柯文哲对你的态度我不确定因为我不太确定你们这几个礼拜的互动，但是他会不会不好意思请你离开？你觉得有没有这个可能？我要跟你讲，立法委员不分区的立法本来就不是党的员工，是应该是要帮党找资源的，大家一起来服务这个政党，政党给我们机会，给我们这个荣耀，是这样子，这是我的体认。那为什么当初我前面其实还没有讲完，为什么柯文哲选择我，是因为那个时候。你记不得徐春英被你们抹红之后，他选择自己退。我们没有抹红。对，然后所以我后来我说我也一直没放弃嘛。我说我根本跟那些人都不认识啊。我在脸书上去丢他们的，加他们丢讯息给他们，丢我的自荐函呢。我一个一个跑到选长各个选举会场，拜托大家说这是我的自荐函，选我，你知道吗？我认为我很适合当就是陆配不分区这一支，因为我认为说我是真正可以代表来到台湾落地生根、生儿育女的真正的陆配这个族群。而且我不怕你抹红抹白，我来到台湾，今天大家看，就像柯文哲被关了1年多，查不出任何对价金流一样。我李珍秀今天从我没就任到现在就任，你们如果查得到我的任何的不法事件，你根本不会让我走进立法院，我可以这样讲啊。三个先生，女士不好意思，因为我真的不是要跟你吵架，我是要厘清这个关系，所以你不用试着跟我解释，你听听我讲讲看，会不会有一个可能是柯文哲觉得他有欠于你，过去麻烦你很多事情，你争取这么多选票，花了这么多钱，这个牺牲自己的时间跟薪水，但是今天要请你离开，他不好意思，羞于启齿。所以请黄国昌来处理，因为黄国昌在跟你的互动里面，这几天你的表现，这种处理的方式是非常无情的，这个是没有什么办公室老板跟助理之间的关系，或者是党员跟他们认为的不分区立委的关系。这就是他该死的地方。好，他该死是一回事，但是柯文哲呢？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认为，当然我知道前面。我从头到尾跟柯文哲也讲过，我说谢谢主席，我走进立法院1天，我们就一起创造了历史，我们就已经是传奇。所以柯文哲不欠我任何东西，是我要感念他，所以陆配族群要感念柯文哲，因为有柯文哲才有这个历史上的第一个陆配立委。真心换崛起。玩雄心没有了，没有，因为柯现在讲的他不是，因为他后来就在讲他不要变成1人政党，现在要走上制度化，所以他才放手交给黄国昌嘛。但是就像你讲的，黄国昌就是一个无耻的小人嘛，他把台湾民众党变成，我怕他变成时代力量第2嘛，他辜负柯文哲的请求嘛。那我简单问啊，你在这边争取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你要回民众党，你想要继续当立委？或者是你想让黄国昌离开民众党？我当然能够这样最好。我只是希望让大家发现黄国昌的真面目，不管是未来你国民党要跟他合作，任何的人要跟他合作，大家注意，黄国昌这个人用不得，他就是个背信忘义的小人，是个伪君子，而且他表面一套，
那个私底下一套，他从头到尾是他在说谎。我要让大家知道，说是他在污蔑我的人格，我是清清白白的人，就这样子。然后就像你讲的，为什么我前面就我说不高，我认为今天现在这样的台湾民众党。由他们把持得下，他们不配当我的战友。我讲过这句话，他们不配当我的战友。好，我最后简单做一个小结。所以我没有想要争取什么。我想很多人有问题，我最后做一个简单的小结啊，就是你看过去民众党，包含在支持柯文哲的那个过程呢，北检北院聚集啊，什么勒警察脖子，我常去啊。他们要挺的时候，他们一定是全力挺的。所以我要奉劝你2句话：慈悲没有敌人，敌人没有慈悲。你一直试图把民众党柯文哲、黄国昌分开来讲，可是现在他们3个是利益共同体，而你不是，你才是那个外人。所以，如果你想要做这样子的两面操作，不是你是两面人，是一边对一边好，一边不好的话，其实对他们来讲是无关痛痒。黄国昌的真面目，不管是未来你国民党要跟他合作，任何的人要跟他合作，大家注意，黄国昌这个人用不得，他就是个背信忘义的小人，是个伪君子，而且他表面一套，那个私底下一套，他从头到尾是他在说谎。我要让大家知道，说是他在污蔑我的人格，我是清清白白的人，就这样子。然后就像你讲的，为什么我前面就我说不高，我认为今天现在这样的台湾民众党。由他们把持得下，他们不配当我的战友。我讲过这句话，他们不配当我的战友。好，我最后简单做一个小结。所以我没有想要争取什么。我想很多人有问题，我最后做一个简单的小结啊，就是你看过去民众党，包含在支持柯文哲的那个过程呢，北检北院聚集啊，什么勒警察脖子，我常去啊。他们要挺的时候，他们一定是全力挺的。所以我要奉劝你2句话：慈悲没有敌人，敌人没有慈悲。你一直试图把民众党柯文哲、黄国昌分开来讲，可是现在他们3个是利益共同体，而你不是，你才是那个外人。所以，如果你想要做这样子的两面操作，不是你是两面人，是一边对一边好，一边不好的话，其实对他们来讲是无关痛痒。我没有操作，我没有要操作任何，我一直想说，我不要伤害柯文哲的台湾民众党，我也一直讲柯在党在我在。但是今天是黄国昌，他没有遵照柯文哲的意志，然后来这么欺负陆配立委，欺负我李珍秀个人也好。Thank you， 刚才 Thank you， 你讲话不用这么含蓄，他的意思就是从头到尾这整件事。就他们一起啦，我懂了，他们说的是一起。但是我这件事情我绝对不认同了，因为我自己跟柯的互动我知道嘛，他一直都。但是还有另外一件事，您刚才从一开始到现在口口声声都讲到陆配啦，所有这些，我记得将军在节目里面有讲过，其实大家也都认识很多陆配，是我们在台湾其实那很多人好朋友都是。那将军也讲过说，不能用你们来代表所有的陆配，当然因为你们也产生了一些政治上的一些的争议，甚或一直到现在。那这些会不会也让很多的就是真的想过生活的一些陆配，他会觉得他遭受到无妄之灾？将军那时候讲过这些，没错，因为其实绝大多数的陆配哈，我们都认识。我以前党员超多陆配的，陆配很多是希望来到台湾。第一个，除了李珍秀的问题以外，陆配没有一个事情跟我不一样哦。健保、福利、居住、就学、就养，甚至还有比我多的福利。所以我们没有歧视任何的陆配，因为甚至他不讲，我更不知道他是陆配，我以为他是我们，我以为他跟我一样是2代，所以我讲柯文哲把陆配拉到第一线，让陆配承受这么多的炮火，然后让很多平安心生活陆配反而生活上起了波澜，所以我觉得柯文哲没有在照顾陆配啦。他是用陆配的票要陆配的票，他没有要照顾陆配，所以你真的不要被他骗了。他其实比黄国昌还要可怕。我现在跟你讲，柯文哲把陆配当成真正的台湾人，跟台湾人享有所有平等的权利，是你的这个想法。请问陆配只配陆配有哪项跟我不一样？陆配有哪项跟我不一样？你现在刚刚讲的就是这样，你刚刚就讲陆配健保你有没有？不能好好的生活？你有没有？生活你有没有？开店你有没有？你全部都有。来，你这个讲法就跟大陆的小粉红讲，都说你统一有什么不好？你只要错，不要跟我跟小粉，我在中国的知名度比你还要高。我跟你讲，陆配可以从他可以投票，你可不可以投票？你可不可以投票？陆配为什么不能当立委？所以你可以投票啊。陆配为什么不能当立委？你没有双重国籍就不用当立委。你有双重国籍违反中华民国的法律。陆委会大陆委会，因为陆委会是当时李登辉在修宪的时候说，为了要处理两岸没有统一，是中华民国要统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被统。我认同中华民国统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没有统一，就是一中啊，两岸一中啊。我不应该问这个问题，好不好？来 ，Thank you， 你还没有最后有什么问题？没有啦，我觉得我当然尊重李珍秀所说的啦，但是显然柯文
哲在任用徐春英的时候，并不是这个脉络了。不管是马志威的这个反渗透法，即便因为现在也没有任何羁押，我们没有要跟你抹红，其实不要想那么多。我没办法抹红啊！我们去看那个东西是红的，我们说它是红的，这个不叫抹红，这个叫客观说出事实。所以民众党很喜欢用抹红这个字来自己贴金，这第一个。第二个。我不会帮你争取你的立委职位，但我当然赞成你在党内的任何权益啊。同时呢，作为台湾的住民啊，我也诚挚的邀请你，在这段时间3月封妈祖，你可以去白沙屯跟着绕境，说不定会，说不定没事，我们什么图都可以去，哎，说不定会遇见有缘人。我不想要那么累，我会喜欢在家里休息，在那边走啊，说不定会遇到柯文哲啊，哎，这就可以了了你这个阶段的心愿。为什么我又没有要找柯文哲啊？但是柯文哲当然可以安排啊。这个是台湾的一个祈福模式嘛，因为这边是宗教自由。麻烦他。那我就好奇一件事情，你觉得你要出来跟大家讲黄国昌是伪君子，这我们都知道。那你认为柯文哲知不知道？柯文哲，我觉得柯文哲就像他讲的，医师是很容易信任人的，就像我也是一定把所有人先当好人。那个不叫信任人，你都这么生气了啊，然后他还不知道，这合理吗？为什么他要为我生不生气来出来做事情？前党主席，那他就是前呐，他不是现任党主席，现在是现任党主席黄国昌他自己的。他没有领导能力，他今天如果为了蛋黄为台湾民众党好，我都已经要把台湾民众伤害降到最低，息事宁人。你没必要把，你没必要把柯文哲，就像你昨天讲的那个，我有把你讲的那个，我把所有的事情，你跟李正浩讲的，我传给所有人，我让所有侨胞讲。今天是黄国昌没有智慧，没有。可是照你这样讲，又蠢又坏，他才这么欺负我。不，你没有必要把柯文哲。不，我说如果照李女士你讲的，柯文哲因为不在位置上，所以他现在也管不了什么。那现在黄国昌又是党主席，那照你这样讲，黄国昌这么坏，那民众党不就完了吗？我怕民众党啊，我担心民众党，所以我才要让大家，我也可以说好，呼吁黄国昌下台，好不好？我也可以跟你有说吧。像我照中评会的决议，我本来不用下台，我现在可以。黄国昌，你知属进退，你找那么多人出来喊我知属进退，我现在喊你黄国昌知属进退啊。OK， 今天李俊秀女士来到现场，跟现场所有的来宾大家直接对口，除了少了一个岳元之以外，那其他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又来OK，对，大家终于发现了 OK。那当然很多人一些的问题，那真理越辩越明嘛。那包括这样一些的方式，是不是能够接下来那让大家知道所有事情只有一个？真相到底是什么？而那个真相如果出来以后，对国内政坛又会有什么一些影响？我们大家再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是我们姊妹，我们明天见，拜拜。